什么什么狗啊，弄什么玩意也不知道。弄烂了。弄烂了，结果你就要去砸是吧？现在就弄烂就需要去砸是吧？然后手一扔就扔掉了。谁把那个人扔成这？开始直播了没有？来了，来了来了！什么狗啊，弄什么玩意也不知道。弄烂了。那个什么录烂了，那个也给你录进去了那个。什么？你刚才讲的那个，我那个你说那个什么东西都给录进来了，那个什么。他这个原来是全。料呗。这个毛线剪。啊，全程给你拍过来，这边只是推过去。看一下。今天是北京时间2025年9月27号啊，我们今天继续在昨天吧还是前天，大老王讲了一个叫做金三角系列里面的这个叫杨二小姐的一个故事啊，我们继续啊。他之前大老王讲的有几个系列啊，我比较喜欢的，他一个叫民国系列，然后他是最近好像要开一个那个金三角系列啊，都是有这个现实的这个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民国人物志啊，它历史都是旋转的。你回到1912年的时候，如果说你当时能把握那个机会的话，可能它这个整个历史的走向又是另外一种变革，就是不同，就相当于历史跟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它是相当于一个倒过来的树枝，你往上长，知道吧？你不是走这个主干线，你可能就是往边上的旁枝错节走了另外一条线，在关键的时间节点有关键的人给你推动一下，或者说是历史可能决定当下的这个变化或者干嘛，可能就是那么一两个人，关键的两个人做了一次选择的话，整个历史的走向可能就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了，就是相当于走到历史的节点，是吧？你当时的话，那个情况你要想一下，在清朝之前有经过了多少代的这个朝代，是吧？然后再到了这个民国，然后是这个然后民国，然后再到蒋介石，是吧？然后再到新中国，等等一个时代的这个变迁就在眨眼间，嗖就过去了。但是在每一个时间的关键节点都会有关键的人的出现，这个东西就要看这个谁赋予了他这个在这个时间节点啊，就是改变这个整个世界或者是整个
整个这个国家走向或者是之类的人，这个谁也算不准啊。但是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有这个借鉴的这个意义啊？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个历史，就像那个《三国演义》讲的哈，就是历史的一幕幕在变迁，是吧？那个滥杀淘尽，多少英雄是吧？一样的。当时我们最近的这个变革或者这个变化，在这个清朝之后，到这个新中国建立之间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些变化，这个相当于是走马观花一样的，一下一个上一个一个变，一下一个变的那样。其中这里面有很多，像大老王有讲过了，这个毛泽东毛主席啊，周恩来周总理啊，还有蒋介石蒋委员长蒋介石啊，还有陈独秀啊，陈独秀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一大的吧，最早的那个陈独秀嘛，好像是最早的那个。然后还有这个汪精卫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伪政权，这个跟蒋介石唱对台戏的是吧？这汪精卫啊等等，还有这个李大钊啊，中国共产党的领路人啊，是怎么回事啊？等等，这个大老王都有把整个人物都做了一个专门的专题啊，有专门讲过，讲了一下这个来龙去脉啊。那现在大老王他就开始讲，他说为什么讲这个缅北了？讲这个缅北了，就有点像是这个三国，缅北就相当于像一个小的实验田，知道吧？缅北那个地方，就是用理工话来讲，就叫做 demo，demo， 先跑个小 demo， 跑个小，就相当于我们试用品一样的啊。缅北就相当于是中国乱世的时候啊，乱世，你看这个有个叫做什么李弥呀，大家应该不知道哈。李弥就是当时一个败军，就是应该是金三角之王哈，就相当于金三角最早的一代的那边的教父吧，教父级别的。他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长兵败将逃到那边去的啊，就一路被赶到那个缅北，就是金三角那一块。那样对应上去的可能就相当于是北洋军阀哈。北洋军阀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李弥，就相当于比如说类似于像袁世凯那样的人物。那李弥作为国民党这个长兵败将，到了金三角，那他打不过这个共产党，被我们这个追着打过去，所以说他这个战斗经验还是很足啊。他到了这个缅北称王称霸，那边嘛，他跟砍瓜切菜似的，到那边打那边的地方武装是吧？跟砍瓜切菜跟什么样？因为他有战斗经验啊，有跟以前日本有打过是吧？然后国共内战又打过，所以说他战斗经验很充足。虽然说跟共产党跟打起来，他根本没办法，直接被赶跑掉了。但是到了缅北那边就是称王称霸的一个级别的存在，所以说这个李弥作为这个一个只是普通，当时在国民党那边相当于也只是一个团长级别的人物，应该是不是他是军团，不是他是军团长哈，他李弥应该是叫做一个军团长，当时在淮海战役里面。很多军团里面的，比如说很牛逼的那种大将啊，全部被干倒了嘛。死的死，然后那个被俘虏的就被俘虏了，然后唯一的逃跑的就是个李弥了，这个人非常贼啊。像其他的那个那些就相当于比如说类似于讲的是，比如说我们整个几个省军区级别的这种官员啊，像这种级别的官，李弥就其中一个，当时可能有3、4个、4、5个，比如说杜聿明是不是？杜聿明还是什么？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胡宗南，类似于像这样级别的，可能也就是几个，完了有些后面该投诚的投诚了是吧？该被毙掉的，就是说宁死不降的那种，也毙掉的也有，然后像李弥这个就是比较奸贼，像有一些被逃跑的路上被抓住的也有，也有哈。李弥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自己轻装上阵，他边上不留自己的亲兵，像有些人。有些人他逃跑的时候，不是边上就一般上围了一圈，还有一些，比如说自己穿个伙夫的衣服啊，直接跑路啊，是吧？然后边上围了一圈，但是这个领导先走嘛，是吧？边上这个围了一圈的话，别人那个有基因压制，是吧？所以说你走的过程中，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就是领导，所以说他一般就跑不掉了，是吧？他一般就跑不了。那像这个李弥就比较奸贼了，他不一样，他自己就是只身逃跑啊。后面到了一个地方就说，哎，我是李弥，你把我安全的送出去，以后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就是以后没有以后，只要不给他帮助他逃跑的，后面反正也都是不好过，就是啊，反正都承担一定的责任嘛。他自己是可以的，他自己后面跑到了台湾之后，那个蒋介石看到其他大将都挂了，死的死，伤的伤，结果跑来一个李弥，哎呀，唯一这个还说这个够忠诚啊，然后就给他予以重用，就给他相当于给他留住了，给他就相当于留住，等到后面。就是讲的，当时有个叫李国，叫做李国什么的，就是一个团长哈，就是国民党当时从云南溃逃的，就是当时被打败的，跑到国外了嘛，就从缅北啊，就到了缅北，到了那些地方，后面跟本地的军阀，跟本地的同志的干起来之后，然后把对方给比如说1500人。干了别人1-2万人，哇！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因为他有报纸登出来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振奋啊，说：“哎呀，我们反攻大陆有望啊！”然后就当时这不是刚才书接前文就讲那个李弥跑掉的，从那个淮海战役里面逃跑的最高级别的几个军事长官里面之一，这个李弥讲这个在缅北那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应该是你们的，比如说37集团军底下的，这个是不是你们那边手下？你过去给他张罗一下哈。然后李弥呢，他就只身后面就跑到了那个香港，到了香港之后，把原来的那个旧部，因为当时国民党败了之后，还有一些是逃到香港去了嘛，香港是属于英国的地盘嘛，他跑到香港，其中在香港的，比如说有一个小区里面住的都是那种将军级别的，当时。李弥到那边就去把另外一个旧部就是也是很牛逼的那个，但是别人在那边混得不错了是吧？别人以前在国民党是高官，虽然说逃到香港之后，别人有钱有钱，然后就开始不打仗了，他就从商是吧？所有的比较好的这种营生都去做一下，比如说这个卖米的，卖布的。开米店等等所以说还是混得很不错哈。所以说他相当于好日子过好了，他就不想去打仗了。最后面的话，李弥没办法，后面他就自己一个人就跑到了这个东南亚，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缅北金三角那边，到那边就混起来了。到了那边之后呢，他牛了他到那边把旧部一招，哎呀。我们带着蒋委员长的这个亲笔信来了，到了那边底下的像这个李国，像这个就另外的那个将军或者是什么另外的那个只是一个团长过来之后就给他讲了一下大概的情况，然后了解了之后，上面国民党才开始又是给物资给武器再给他武装起来，伺机配合这个台湾那边想进行反攻大陆的这个事情，这就是传说中的就是然后李弥他最开始到了本地之后是什么呢？因为你从台湾那边运过来是吧？至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等等也还是不方便他们当时就是想讲究就是
自力更生嘛，就是到本地这个缅北这个地方又穷，主要是又穷了，没有任何的发展的机会啊，所以说后面他们就出奇招嘛，就想了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英国在这个缅北啊，在这个东南亚这边是有统治过，当时他给清朝不是弄这个鸦片啊，其实就种在那一块嘛，种好了之后，经过这个加工啊，弄完之后，然后再从那边传入到这个我们中国来的，所以说他有这个种毒品的这个基础，但是他本地人呢，是吧？后面英国跑路了，英国跑路了之后，本地人这边即使说你能收割这个鸦片或者收割这些东西，但是你不好卖出去啊，不好换现啊，后面没办法，没办法，只能就这样停下来。后面等到李弥过来之后，他们想了一个发财之道，是吧？也要养军队，1000多个人也要吃饭，那没办法就重操旧业，把原来这个英国人留下的一些这个种子啊，还有这些农民啊，都号召起来，重新在本地开始开展这个毒品的这个种植海洛因啊，然后种好了之后呢，他们有军队嘛，就负责押送，然后结果他这个整个生意啊就开始做起来了哈，那李弥底下他底下有一些就相当于像是北洋军阀一样的，北洋军阀底下有市府然后他底下李弥作为第一代的这个教父第一代的教父，他这后面呢底下承上启下的另外一个教父是什么？就是有个叫做毛腿欧利他这个叫杨鄂江，就是大名叫做杨金秀。然后江湖外号叫杨二小姐，她她是缅北起到这个承上启下的1.5的级别的这个教父，我们也就是简称这个杨二，也就是杨二小姐。她这是缅北的这个历史，也就相当于像中国的这个小历史一样，就相当于是民国的一个比如说老民国就是这个叫做这个字叫做什么？这个叫什么来着？袁世凯的那个时候，然后袁世凯后面就是也才过了81天嘛，是吧？然后袁世凯完了之后，像这个曹锟时代曹锟就是比如说作为第2的这个，然后这个才多少？这个就相当于没过多久也就相当于是杨二小姐这个，杨二小姐她在缅北那边统治，也就是不过10年，时间比较短，就相当于像这个很长时间很短，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马上就有这个董卓进京了，董卓一进京，天下就大乱，然后18路诸侯讨伐这个董卓，然后天下就开始乱了，这就相当于是三国时候，是吧？董卓进京就相当于辅佐这个当时的汉室尾巴吧，是吧？汉室尾巴，然后包括这个曹操曹操是不是也是相当于以这个名义是吧？匡复汉室的名义，然后就是统治的这个曹纲，然后还有后面发展起来的，在这个东边有东吴的孙权然后还有后面再慢慢发展起来的这个叫做就是他起义的这个名字，他就说自己是这个汉室的这个，比如说旁枝末节就是越来越边缘化的这种的后代吧，就是我们讲的比较出名的《三国演义》的另外一个蜀国的刘备。现在缅北的话，也就相当于像这种一个小的，就是小的一个三国。这个讲的都是什么？都讲的是1949年或者前后比如说1949年到1970年之间，或者是1949年在之前一点点你看就是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那边比较贫穷嘛，我们刚刚讲了，因为他
他这个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啊，他那边没办法，那边太穷了，就只能是种植这些鸦片为生。他这个杨二小姐是怎么来的？她大名是叫刚才讲的叫杨金秀哈，然后她这边是叫做军民团结这个意思，军就是军队啊，就地方党政体系的，党政体系军就是军队嘛，然后党政体系就是另外一个哈，就是个地，然后军队的句话就刚才讲的叫李米哈，叫做李弥哈，李弥，然后那个郑就是杨二，杨二小姐她其实是她老爸是之前的另外一个，她老爸是相当于是土司，土司基本上像那些地方就是土司的这种政权嘛，就类似于可能像是奴隶主，类似于这样概念，可能土司应该是相当于是奴隶主。然后的话，土司的话，它这个很悠久了，它这个土司就是这个杨二的他的前面的。比如说他们前面几代了，相当于应该是从明朝啊，还有这个清朝啊等等，从这些地方，明朝还有清朝，从这个地方一直相当于就是给他衍生出来，到了杨二他父亲的时候，他也有很多兄弟，但是其他兄弟。感觉好像都不像，就相当于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霸气之类的。然后这个杨二小姐呢，就有点像是这个孔二小姐，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就孔祥熙的那个女儿，孔祥熙的女儿也是跟这个杨二小姐一样，就是说只喜欢男装啊，男装大佬嘛。本来是女的，她就是说做的都是像男装大佬一样，然后一个什么小寸头啊。是吧？小寸头的打扮，然后不穿红装啊，就不穿裙子啊，不穿红装，非常的爷们，跟那个孔二小姐是一模一样的。两个人都是两手，每人都有一把枪，就两手，枪不离身，时不时的还给你来抽个烟啊。孔二小姐，以前是发了个国难财。什么叫发国难财呢？就比如说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蒋介石逃到了这个重庆，在重庆那边不是要买这个战斗机啊？然后这个孔二小姐就是孔祥熙的女儿，她每一架的这个战斗机，它有2万美元的这个回扣，有2万美元。然后到了台北之后呢，第一个这个5星级的酒店叫做圆山大饭店，50年代修的。然后圆山大饭店的这个主理人啊，也是孔二小姐。孔二小姐她这个年轻的时候呢，20来岁啊，或者18、19岁的时候，一身公子哥的打扮，一点不逊这个张学良。有一次在这个公园的时候，后面跟到另外一个公子哥，然后相当于是起了冲突啊，就是说你瞅啥，瞅你咋地啊，然后跟另外一个就是说，直接就开干了，那个这个手一弄，他不这个两手一手一把枪吗？然后那个枪拿出来就跟另外一个公子哥两个干起来，另外一个公子哥是谁呢？就是云南王龙云的儿子啊。龙少爷，结果他们拉完了，结果他们这个枪法不咋地啊，2个人都没事，结果把边上这个老百姓给打死打伤好多个围观群众，结果这个事情闹大了之后，蒋介石他也没办法，谁叫他这个是自己的。是吧？自己就相当于自己的叫什么宋霭龄哈，就相当于宋美龄的姐姐的，就是他的老婆的姐姐的孩子，他有啥办法？他也不敢咋地哈，也就很难办哈。本来是叫孔令俊，后面改名叫孔令伟啊，改了个名字。
蒋介石这个脑袋瓜都给弄炸了，没办法，这个有一个这样的小孩是吧？不省心的，专门在外面惹是生非的。后面说那没办法，你这个经常在外面乱混也不是回事是吧？然后就说给他找一个老公啊，结果说就说把自己的手下里面能文能武这个叫胡宗南的说这个给他，然后这个给他介绍一下，然后胡宗南不是有照片吗？然后被这个孔二小姐看到了，哎呀不错哈，这个长得一表人才是吧？然后但是胡宗南一听说就吓得半死啊，但是他又不好拒绝是吧？一拒绝就麻烦了，是吧？给脸不要脸了，然后就这样吧。后面胡宗南比较鸡贼，然后就想了一招，等到两人相亲的那一天，这个孔二小姐就穿着女生的装扮啊，然后带着一个那个高跟鞋，因为她从来不穿高跟鞋嘛，所以走路那个走的就是这个像大公鸡走路啊，然后这个胡宗南他就心生一计啊，说要不我们去登山吧，别人穿着高跟鞋带着他去登山，结果上山2个钟头，这个脚都给磨破了，把这个孔二小姐给气的，说无论你这个胡宗南以后混得多大的官，即使当上了皇上也跟我没关系，我孔二小姐看不上，这是一辈子都不想见的人。从那以后，这个孔二小姐她就彻底放飞自我了，因为刚才讲了哈，孔二小姐是吧？这种男扮女装像的人，他可能就是说上帝可能装错屏了啊，就是说别人投胎的时候可能投胎错了，本来应该是男生的，结果后面给他投到女生的屏了，所以说他这个性取向也是就相当于我们讲的现在叫做GPT 一样的概念哈。而这个话我们转回来，刚才看到了这个孔二小姐的这个英雄事迹啊，你就知道现在的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在缅北承上启下的1.5这个时代的缅北王，也就相当于这个缅北教父，这个杨二小姐杨金秀，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差不多哈，可能没那么勇猛啊，也差不灵的。他家是作为这个第10代土司的传人啊，差不多第9代还是第10代吧，反正从明末清初一直传下来。那李弥将军到了缅北之后呢，他很快就跟这个土司政权就结合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吧？因为这个李弥他们当时不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他们不是就是那个国民党的有个叫做这个远征军的嘛，不是到这个相当于是到了也就是在东南亚这边去，还是说到了印度那边进行训练啊等等啊，包括后面给他打回来呀、